这个女人真的太有脾气了，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，来到这山清水秀的河边，开始搭建自己的房子。由于女子和丈夫结婚已经有几年了，但是他们一直和婆婆生活在一起。由于婆婆的思想观念和年轻的思想观念总是有差距，所以经常和婆婆发生争吵。但是作为丈夫，他根本没有站在妻子这一边，而是帮着婆婆，一味地指责自己。所以女子对丈夫和婆婆都非常的不满意，她感觉不到亲人的关爱。今天又是一大吵架，所以女人果断决定来到这个山里面，自己搭建一个房子，先住上一段时间，等丈夫想通了再来接她回去。没想到这个修建技术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整个房子是修建在河边，地势是非常的险要，要想在这里修建出一个房子，还是非常考验技术的。但是没想到整个房子搭建起来是非常的结实。接下来看看它是如何修建的，看完整个修建过程，让你惊叹不已。首先，女人在河边用竹子搭建出一个框架，把底部位置全部用竹子捆绑起来，搭建出一个平台，然后开始搭建整个房子框架。房子框架也是用粗大的木头把它这样拼接起来，固定牢固，然后在房子顶部位置用竹条把它一步一步的把它拼接起来，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房顶。整个房顶修建的还是非常有特色的。房子的顶部竹条铺设必须提前准备好，把它切割成相同的长度，然后摆放上去固定牢固。接着搭建房子的四面墙体，墙体首先用竹子支撑起框架，然后开始用竹子一步一的捆绑起来，形成四面的墙体。这个房子看起来是非常的小巧，墙面上还做了一些花纹装饰。然后女子还在河边修建出一个走廊，整个房子看起来有模有样。虽然房子不大，但是里面五脏齐全。通过女人一天时间的努力，整个房子已经搭建完成了。女人做了一道美食犒劳自己，然后美美的睡上一觉。大伙说说，女人这修建技术怎么样？如果换成其他女人，你能在这里修建出一个房子吗？不过换成我估计修建不出来，毕竟这种荒山野岭一个人居住还是有一点害怕的。从未见过如此牛批的女子，只因不满丈夫整天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她果断选择离开这样的男人，来到这山里面自建房子。没想到她的修建技术简直了得，居然在两个大石头之间建起一座房子，实属佩服这女人的创意。女子和自己的丈夫在厂里面打工认识，刚开始男人对女孩子是非常的关爱，经常嘘寒问暖，让漂泊在异乡的女子感觉到了亲人的关爱。女子觉得这个男人还不错，所以果断选择结婚。但是婚后这几年一直感觉不到幸福，万没想到男人是一个游手好闲、好吃懒做的人，每个月的房租全靠女人一个人支撑，每个月的生活费也同样靠女子。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男人，让女子觉得这个男人实在是太没有出息了，也看不到希望。她想要的生活不是这样的。昨天男人喝酒回来，又和她大吵一架，于是她一气之下果断收拾行李，来到这大山里修建房子，想过一下清静而平和的生活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她是如何修建房子的。首先，在两个大石头之间用木头撑出一个房子框架，然后用竹条编织出房顶，整个房顶呈三角形状，看起来造型是非常的独特。接着就是在地面给它铺上一层我们切割好的圆形木块，房顶前面也是同样用竹条给它插上，形成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房檐。这个房子设计是非常独特，非常的小巧。不知道女人为何要选择在两个大石头之间建造这个房子，我相信肯定有她的想法。
不得不说，女人的智慧还是非常的出众的。女子还在房子两边栽上了一个风景树，整个房子在女人简单的、快速的搭建下形成了。接下来，女人用美食犒劳自己。大伙说说，这女的修建技术怎么样？这样的房子，大家说能住得安心吗？不过，一个柔弱的女子能在野外生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们为女人精湛的修建技术点赞。如果换成你，你能修建出如此精致的房子吗？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从未见过如此可怜的女人，由于丈夫整日就知道喝酒，无所事事，还经常在外花天酒地。今天女子一气之下，带着1岁的女儿离开了他。此时在路上遇到了倾盆大雨，女子赶紧抱着女儿找个地方避雨。大雨过后，女子来到这山里，准备自己带着孩子在这里搭建一个房子。整个房子女人徒手操作完成，非常的了不起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必须为女人精湛的修建技术点赞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她是如何修建这个房子。女人准备在这里养鸡养鸭，独自靠自己的能力抚养孩子长大。她不想再回到那个让她伤心的地方。由于丈夫每次喝酒过后总要打她，这样生活她感觉非常的压抑，非常的痛苦，所以带着女儿决定离开她，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。首先，女人在山里砍伐了一些树木，切割出相同长度，然后固定在地面上，用竹条编制出一个围栏，然后把石头装入到里面，这就是做房子的地基。整个地基必须做到结实牢固。不过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子搭建房子地基的。接着用木头把它捆绑出这样的一个框架，然后把竹条把它这样子铺设上去。整个房子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结实牢固，造型非常的独特。女人操作起来动作是非常的娴熟快速，因为她必须在天黑之前搭架出一个房子，否则今天他们又没有住的地方了。随后把竹子这样一节一节的拼接上去，整个房子造型看起来是非常的有创意。不难看出，女人肯定曾经也是有修建房子的经验，所以对整个操作流程也是非常的熟悉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整个房顶采用粗大的木头，把它搭建出这样的三角形状，然后再覆盖上竹条，一步一步地铺设起来。女儿就在一旁看着妈妈修建房子，感觉这幅画面也是非常的幸福快乐。完成过后，女子用稻草把它覆盖在房子上面，整个房子可以做到冬暖夏凉，而且非常的结实牢固。看到这里，我们必须为女人精湛的修剪技术点赞。如果换成其他男人，我估计也无法修建出这样精致的房子。女子还在房子里面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灶台，用石头黄泥把它这样子搭建起来，在里面不仅可以做饭，还可以炒菜，都是非常的实用。随后，女人在房顶上开了一个口子，然后搭建出烟囱，同样用石头和黄泥搭建起来，方便煮饭炒菜的时候，让整个房间保持一个干净卫生，没有烟雾。整个烟囱也是非常有特色，用黄泥把石头封得严严实实的。整个灶台可以说煮饭炒菜速度也是相当的快。房子居然小，但是在里面还能修建出一个灶台，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。完成过后，女人开始做饭炒菜。女人还用木头做了一些凳子，还有桌子。整个操作，女人真的是手法太熟练了。这大自然的一切资源，在她手里，她就能制作出各种的生活用品。不得不说服女人修建技术非常的精湛。整个桌子和凳子看起来非常的简单，但是非常的结实耐用。接下来，女人和孩子准备在这里享受美食，可以看到周边的环境是非常的好。此时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，她和孩子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看着女人和孩子在这里享受着美食，此时女人感觉非常的幸福，因为她离开了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家，在这里她终于获得了自由，获得了新生。我们祝愿女人和孩子能在这里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。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由于经济条件不是很好，所以一直公公和婆婆住在一个小套的房子里面，每天总会发生一些矛盾。婆婆也总是找她麻烦，各种嫌弃她，总之不待见这个儿媳妇。
于是他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，来到这个山上独自修建房子。没想到他居然拥有精湛的修建技术，整个木工活也做的是非常的漂亮。首先，女子用木头搭建出整个房子的一个基底，然后在上面全部铺上木板，整个木板把它修整平整、光滑。完成过后，就是开始用木头搭建出整个房子的框架。整个对接全部采用无缝对接技术，不难看出女子的木工技术绝对是非常的精深。因为她从小也跟着自己的父亲学过木匠，所以拥有非常丰富的木工经验，所以她才有勇气来到这个山里修建房子，因为她知道自己绝对能修建出一个精致的房子。完成过后，全部用木头搭建出整个房子的框架。框架可以看到是非常的结实，全部用粗大还有上等的木材搭建而成。框架完成过后，需要再把整个框架进行修整，接着就是铺上薄薄的铁皮，整个铁皮铺在上面，既能遮风挡雨，又能保证整个房子住起来舒适凉快。铁皮用螺丝刀固定牢固。女子再次把整个房子框架做了加固处理，然后开始搭建出房子窗户还有墙体，墙体全部采用木板，把它这样子对接起来，形成一个非常结实而又耐看的墙体。在对接之前，木板必须把它修整光滑平整。不得不说，女子木工活做的是相当的漂亮，手法独特，而且窗户的图案非常有创意。整个木门也是自己制作而成，快速的把它安装起来。通过女子1天时间的努力，可以看到整个房子基本上已经成型了，非常的漂亮。坐落在大山里面，四周风景优美，在这里养鸡养鸭绝对是非常的舒服。接着，女子还要修建房子的一个护栏，整个护栏也是采用木头把它对接起来，做出各种好看的图案。最后就是刷漆处理，可以看到整个房子刷上漆过后更加的精致美观。不得不说，女子的修教技术真的是太厉害了。这的房子如果换成你，我相信你肯定修建不出如此精致的。年轻的小美居然独自隐居在深山老林。房子，100分，你们能打多少分？如果有一天你厌倦了城市的生活，回到农村修建一个这样的小木屋，过着悠闲自由的生活，那我相信你每天真的会很开心。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是很难听见的，在丛林里面到处的寻找，这里植被非常的茂密。小林拿着砍刀清除一些路障，边走边在呼喊着丈夫的名字，一路上都十分的艰难，但是她今天已经选择出来了，就要把丈夫找回去。此时她的内心十分担心丈夫的安危，看得出她还是很爱自己丈夫的。稍微的休息一下，然后在丛林里面到处的寻找着。这片丛林面积非常的大，她一个人在这里也不敢往深处走去，因为她也害怕迷路，只能在这里边走边呼喊，希望丈夫可以听到她的声音，然后有一个回应。但是此时她可能不知道，丈夫已经处于昏迷当中。小林丈夫还躺在这里一动也不动，昨天从山坡上面摔下来，可能是摔到了头部，现在整个人躺在地上，真不知道他昨天晚上是怎么度过的，浑身已经湿透了，可以看到手指稍微的有一些抖动，看来还是有一些意识的。现在嘴巴也开始在一张一合，好像是马上就要清醒了。小林丈夫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但是浑身剧烈的疼痛使他又倒了下去。就在这个山坡处，他此时仰面朝天，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只知道全身非常的疼痛，脑子也不听使唤。在这个山坡上，他想要站起来，但是脚下一滑又摔了下去。小林在这里寻找了许久，
没有任何消息，于是就决定先回去了。看来今天是找不到自己丈夫了。来到了婆婆家里，小林显得有一些垂头丧气，在丛林里找了这么久，让她感到筋疲力尽。婆婆倒是显得不慌不忙，她说一个大男人还会走丢了还是咋的？过几天肯定会回来的，你先不要着急，先把孩子带回去。我的儿子我自己知道，他可能在丛林里面想玩几天，真是一个心大的母亲。希望小林丈夫能够尽快的回家，一家人能够尽快的团聚。她的动手能力简直让人刮目相看，成功走上一条真正的致富之路。小妹开荒的是金泥土地，种植了大量的花果蔬菜，早就实现了吃喝不愁。采摘回来的大葱可以用来腌制泡菜或和子的汁，炎炎的夏日配上一碗小米，简直就是崇拜了。自己家养的老母猪绝大部分都要留着自己享用，小妹会各种妙招和秘方，她亲手制作出来的烟熏火腿绝对算得上是顶级食品，选用最独特的熏制方式，全部都是新鲜采摘番薯，熏出来的味道会更加香甜，来上几口人生瞬间感到无限的满足，这就是小妹最潇洒自在的人生。大山里的雨都更是水的身子，看得让人垂涎欲滴。标题：记得点赞关注订阅。家里喂养的狗子们专门负责看家护院，每天要干的农活实在是太多。后山全部都被小妹开荒了出来，一个瘦小的弱女子居然有如此强悍的本领，这一整片都是最新种植的土豆，完全可以当成主食。松土施肥每一样都不能够落下，最牛的人生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，每天都是汗流浃背的日子。小妹几乎没有任何外力的加持，荒山野岭就是她的主场。玉米地的长势也是一片大好，旁边种植的大葱头也早就到了收割的时候，直接用手就可以整颗的扒拉出来，3两下就是满满的一大箩筐，数量多到根本就吃不完。小妹只能用劈开的竹片将它们全部缠绕起来，悬挂在自己家的房梁下面，留着以后慢慢吃。离地2米的阁楼也是小妹的杰作。独居大山的日子，小妹已经完全切换了另一种生活方式。无人可以依靠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强大。还有流出来的一小部分全部用清水处理干净。泡菜可是自己的最爱，家里坛坛罐罐摆满了整个厨房，全都是小妹的劳动成果。现在喂养的狗子也成了一笔大的开支，它们的存在绝对功不可没，忠诚地陪伴了小妹无数个日夜。每天忙得就像陀螺一样。昨天宰杀的老母猪还有2只大腿没有处理，小妹用上了自己的秘制土方，先将大猪腿腌制一段时间，配料表绝对不会外炒。这也是小妹打算用来抓收入的项目，毕竟家里喂养了这么多的大黑猪。腌制的过程上面再压上几颗大石头，还要临时搭建一个灶台。小妹搞来了大量的石块，中间挖出了一个大土坑，旁边的石板再重重往上堆砌。粗重的活小妹也能够轻松来。经过烟熏的大猪腿用竹片捆绑起，直接悬挂在木质框架上面，2条腿至少超过了90斤，小妹也得咬牙切齿才能将它搞定。心里还是感觉不踏实，万一直接掉落到火坑里面，那就太可惜了。还不如直接架在竹片上面更加靠谱。小妹还去过山砍伐了不少甘蔗，大猪腿上面盖上几张粗大的大胶叶，可以更好的紧锁住泥烟。
用甘蔗熏制腊肉可以增添一种特有的香味，怪不得小妹制作出来的腊肉口感格外的与众不同，果然是有不少的妙招。这本身就是自己家里具备的原材料，如此霸气潇洒自由的生活，属实令人向往。今天中午又少不了一顿大餐伺候，这就是小妹最勇敢独特的野外生活。想看更多后续精彩视频的老铁，记得关注点上一波，我们会随时更新小妹荒野独居生活的最新动态。